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刚刚已经谈到，就是美国现在联合日本、联合荷兰，现在不但是极紫外光机，连深紫外光机 GDV 你都不可以卖给中国。如果这个产品不能卖给中国的话，中国不要说你的先进制程做不到，你现在连成熟制程你要生产，可能会出现重大的问题。而美国现在全面封锁中国的半导体，除了战略的要求之外，因为一个新的世代已经来临了。我们看到今天台积电大涨，除了细幕拉下来产生转单效应之外，今天台积电拿到了很多的急单。什么样的急单？很多说我需要 AI 的晶片，因为有一款软体叫做 ChatGPT， 这个软体大家没有想到说用它来写论文，用它来写报告。今天老师跟教授看到这个报告，他居然分不出说它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所以 AI 时代的来临，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猛？更不用讲，现在美国全力发展的 F-35已经可以取代了 F-22。这个 F-35不但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而且已经大量的用上了 AI 的一个科技，所以就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刻，对中国下这样的一个重手，这对中国、对台湾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好，在这一段里面，资深媒体人瑞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你好，大家好。好，所以是哦，看到刚刚讲到说，因为美国拉下了细幕，拉下了细幕以后，我完全的封锁中国的半导体，我封锁中国的半导体，所以中国的所谓的中芯啦，很多半导体全部大跌，产生转单效应，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半导体股全面大涨。但还不止如此，今天台积电大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讲 NVIDIA、AMD 很多的大量下急单，下什么急单 ？AI 晶片的急单，所以 AI 世代的来临，它快跟猛。比我们想象来的快吗？今年大概会是 AI 的元年。为什么是 AI 元年？今年 AI 元年。对，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美国要封锁中国的科技？因为中国它不能让中国发展 AI。我们从一个软体就可以看，最近在欧美非常爆红，去年11月发表到现在为止，这个已经非常红了。再厉害吗 ？ChatGPT 这个软体，这个软体是什么？它其实是个聊天机器人，你可以打任何的问题去问它，它回答你。我们要过去 Google 都是你打问题，它让你一大堆让你选，对不对？没有，它直接回答你答案。比如说，你是刘宝杰，我可以跟你说，刘宝杰得到任何讯，刘宝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生成一大段文字给你。所以他这样，他现在说谁是刘宝杰，对，他可以把我祖宗八代给交代出来，可以把你捞得非常清楚，他直接给你答案，不是让你选，他直接给你答案。好，给你答案，你可以跟他一直不断的对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成内容的这个 AI。也就是说，现在呢，美国已经有人，我只要跟他聊天，甚至我要让他写书、写文章、写论文都可以，甚至你要让他学曲。写词，还要写。那最近呢，美国有一家这个新闻软体公司，它其实就是即时新闻。它现在用这个软体去写新闻啊，就没有人发现到说它这个是软体写出来。你说分不出是人写还机器写的？它现在已经非常厉害，所以现在大家都来download它，我来玩这个游戏，来玩。不是，而且我看到是真的假的。他说他写论文，他写论文他会自己找资料，他不但会自己找资料，他会把它列为附注，附注还会交代很清楚。那就没有零之间的问题了，它会完全回避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你看这个 AI 机器人是相当强大。那我看到现在谁最开心？微软，因为微软投资了它10%。可我看这个 ChatGPT 它是一个叫做 OpenAI 公司研发的，你知道 OpenAI 研发公司的最原始的创办者是谁吗？伊隆马斯克。所以呢，伊隆马斯克真的很厉害。就伊隆马斯克看到这个软体说，我们 Twitter 搞不好不能用这个，因为 Twitter 我这个里面软体它太强大，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让 Twitter 引进这个。那明年呢？今年呢，微软可能就会把这个呢纳入它的这个搜寻引擎系统，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软体，你到时候可以体验到它的强大之处，让你无法想象。所以刚刚讲今年是 AI 的元年，因为你从我一般使用上的这些软体，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对，那亚马逊就这样，亚马逊就说，我们用这个人工智慧开始用业务，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业务人员，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导进去，他觉得比现有的所有的 AI 程式都还要更加强大。我不用接线生了，对，更加强大。另外一个，这个还有 debug， 就是说，我要发现一些所谓的错误的时候，我用这个 AI 软体也可以把它处理掉。那甚至这样，甚至美国还说，我把这个 AI 软体用在什么晶片的设计里面，EDA 加上高级的 AI 两个下去，哇，更加强大。它还可以设计晶片。对，那还不止这样，一大堆的这个状况下，联发科也使用 AI 技术，把它的关键零组件的尺寸和功耗分别降低5到8%。所以呢，事实上很多的运用已经在我们展开了。那你更不用讲，宝杰，
现在很多我们未来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是骇客，为什么？因为你用这个时候就可以写骇客了，就可以我要发明一个骇客的这个东西。对，就像很多人就说，你看他可以用这个回答各式问题的时候，但是有骇客已经开始用 ChatGPT 的协助来编写出恶意软体。所以说我今天这个软体，这个 AI 软体，它不但可以帮我写报告，它可以帮我写文章，它可以帮我写论文，对，它还可以帮我编码。对，我这种程式白痴，对，我完全不懂的文科，对，我也透过这个 Chat， 对，我可以写程式。对，没错，你看很多的这个多层的加密工具，甚至你要加密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OpenAI 来写。所以它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应用程式快速的这个进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封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到谁吗？为什么微软要投资它？因为微软它要打击的就是 Google。这个 ChatGPT 崛起之后 ，Google 可能在未来2年之内可能会灰飞烟灭。真假的？这不是我说明，这是有可能是 Google 灰飞烟灭。为什么？因为 Google 的搜寻引擎，它给你是一大堆答案，谁要看这个，它就直接给你最后的答案，而且给你一大串你要的解答。所以它就崛起之后，微软把它放进它的这个搜寻引擎之后，它就是摆明了要来 K 掉 Google 的嘛，对付 Google。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个对 Google 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麻烦。所以 Google 现在也赶快说，我有什么 AI 技术，我可能要用上。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今年是 AI 元年？因为现在这个 Google 跟亚马逊，Google 跟微软，他们真正在 AI 上面应用上面正式开始交火。而且刚刚讲到的，今天台积电为什么股价会上涨？本来预估说，今年来讲，它的业绩应该会衰退。对。结果我们刚讲的，业绩衰退会被 AI 给 cover 回来。那这个 AI 这个奇单真的这么厉害吗？为什么 AI 奇单会来？宝姐，那我们刚才讲到 ChatGPT 的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它是用了这个 NVIDIA 的这个计算器在这里面 ，NVIDIA 的，对，它里面的这个母软体里面有好几万颗的相关的这个 IC， 它用这个 IC 不断的去训练它的它的这个聊天机器人，所以它用的是 NVIDIA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界面，加上他们自己本身的收集资料的这个技术嘛，所以那事实上，NVIDIA 的这个软体，这个晶片大家要不要用？微软把它弄上去的时候 ，Google 要不要用？所以那大家全部都开始在狂下 AI 的这个单，包括说 AMD 也是一样 ，AMD 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可以运算出来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包括 M2 这个苹果的 M2 这个刚发表的这个晶片里面有非常大量的 AI， 所以现在等于是大家都开始下单，所以那 AI 晶片要用到什么？用到最先进的3奈米跟5奈米，所以现在你去问台积电，它的3奈米跟5奈米订单是爆的。反正6奈米到7奈米现在空得很，因为它是用在 NB 上面、PC 上面，但是3奈米、5奈米用的 AI 现在是完全爆单的一个局面。所以说 NVIDIA、AMD 跟现在的苹果的 M2 对都有 AI 功能。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从这些蛛丝马迹就看得出来，刚才我说的 ChatGPT 的 AI 聊天器人是用 NVIDIA 的晶片，还有 AMD 的晶片，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封住这2家？因为不能够让你发展出类似这样的聊天机器人出来。你或许已经有现有的，但是我把你未来的技术封住之后，你不可能回答的比我更好，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美国他想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刚刚讲的呢，现在中国是上穷碧落下，美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全面对中国封锁，所以现在欧洲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拉下细幕了。没错，我们刚才讲啊，就是晶片，尤其 AI 的里面来说，用了大量晶片，这是美国绝对不可能会给中国的，甚至他也不希望你自己做，所以他现在很简单，就开始联合拉下所谓的抗中细幕，也就是说美国、日本还有荷兰3个国家已经全面同意说，先进的制程，或者说这个比较略为14奈米到16奈米的，我也不会卖给你。所以等于说，中国要在如果真的完全封锁住之后，你跟美国的差距这么大，你的 AI 机器人过几个世代你就会被淘汰。它没有活路吗？没有活，你只能在外面去买。好，那你能买那么多晶片吗？我也很存疑。所以那事实上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美国、日本、荷兰其实杀伤力是非常大。美国的公司呢，包括说像应用材料，他说今年至少少25%的营收。荷兰艾斯摩他说至少会涨15%。那连日本的青山反省，他是自民党相关的这个经济产业部的这个会长，他说什么？中国官方100%会对我们这个报复。所以他也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也会被报复，但是我们也愿意承受，非做不可。所以那事实上，美国、日本、荷兰都已经知道说，这个对我们杀伤力会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还是硬做到底。好，那另外就是你特别提醒我们说要去注意 F-35，因为 F-35最近各释出的影片或释出了它所有的资讯，对。
非常恐怖，是它几乎 F-35已经完全跟 AI 结合对，我了。们知道事实上现在 F-35在做什么事？它在把它的这个 CPU，把它的这个中央控制的这个电脑，把它重新更新。更新之后呢，宝姐根据去试飞飞行员就说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状况。那飞行员他怎么说？他说歼20跟 F-35在空中对抗概念是完全不同。哦，歼20是一架飞机跟对手一架或是多架面对面的对抗。可是呢，不好意思，我 F-35我上去之后呢，你在我的作战，我可以看到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大。非常广大的时候呢，你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看到我，我就把你击落。为什么？是哦，我可以动用整个我可以看到的所有的战区里面，陆海空，我可以用任何武器去对付你。最近的武器，我就用那个武器去对付你。所以你看到是一个点，你可能看到我 F-35一架，对，不好意思，我看到是你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有所有的武器可以对抗你。所以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难怪里面提到说，只要歼20你只要一升空，对，一升空了以后，我这个会战场有任何的讯息，我当然有雷达，我今天有所谓的天线，我有各种方式。我任何探知到你的时候，对，它就会回传到 F-35了。然后你可能还没看到它的时候，你已经被击落了。所以你说歼20要靠近我，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有一个这个代号叫蠕虫的这个士兵内力，他说什么？他说我飞到这个 F-35完全吓一跳。他说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就是看到我们的仪表板上面有几台飞机这样。他说现在不是，现在等于是我看到是仪表板上面有陆海空很多的这个。他说过去我可能是个专心的飞行员。他说：“现在我可能要变成是一个决策者，决策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怎样做？”他说：“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他说：“这个讯息来自一个更加庞大的战场管理系统数据，而不是你自己所驾驶的这个飞机。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你就知道说，这一台 F-35是完全跟过去完全颠覆了这个状况。而且，等我们看，这个女驾驶，她也是 F-35的女驾驶，她的外号叫海妖巴尔泽塞尔。她居然讲什么？他说 F-35可以在你发现之前，我透过我的数据链，我根本不要跟你空中缠斗，你根本没有发现我，不管你在哪里，我在更远的地方就可以把你解决掉了。而且这个当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 F-35或者是说歼20，它都有一个固定的雷达的范围，对不对？但是问题是 F-35可以连接所有地面上，它搞不好在哪里就已经看到你了嘛，所以我就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我就发射飞弹去直接攻击你。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战略逻辑跟战略思考。那你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量的资料库？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有升级的晶片，你可以处理的速度更加快。所以我看到这个，你看这美军的说法说 F-35是超级容易驾驶的飞机。我想，哇，这个也太厉害了吧！因为我不用管几率，我不用跟你缠斗，我不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fight dog。对，我只要上去之后，反正我就是一个作战平台，我作战平台就随时对付你，我不用，你不可能看到我，但是我就可以击落你。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作战概念了。那因为这样呢，那我们要目前有人说最强的飞机搞不好是 F-22啊，对不对？那 F-22应该未来也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宝杰，我跟你讲。F-22在未来会被踢出美国的先进的作战体系里面。你看，这是美国有在开发中的叫做先进战术管理的这个系统。它原本里面有 F-35、有 F-22，还有美军的相关的这个 KC-146的加油机，还有地面的管制站，原本是形成一个作战平台。但在新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说，已经没有 F-22，没有 F-22。那为什么没有 F-22呢？宝姐，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美军现在的升级的这个 F-35，它的电路系统什么，只要透过这个所谓的 CPU 的升级呢，它就可以变成是跟现有的战略可以完全连接。但是 F-22它的设计太旧，它如果真的要重新设计的话，那要重新设计一台，所以才把它排除在外。你就知道，事实上美国现在用的就是我要用所谓最先进的武器，特别是把武器 AI 化，用这样来全力跟中国互相对抗。好，正好。你现在讲你是交大电子这个什么的博士班，这个现在在做到是 AI 比我们想象来得快吗？快到说，今天 NVIDIA、AMD、苹果拼命下单，不是普通单，都是 AI 晶片的单。对，很多人忧虑，我要失业了。这件事情真的是的，因为第一件事情，因为就 ChatGPT 实在是真的蛮神奇，因为写程式这件事真的蛮烦的。可是呢，你有 ChatGPT， 它可以写程式，对，可以写程式，这是真的是很意外，因为 ChatGPT 本身就是个程式，你叫一群程式码可以去写程式，这本身就很难以想象嘛，对不对？
可是偏偏它就具有这样的人工智慧。他写得出来，而且写得好。对，第一件事情哦，比如说人类，我最怕写程最怕什么？遇到 debug， 你几千行甚至上万行的程式，我常常看一个晚上我不知道哪里出错。可是有人去试过，我几千行上万行程式丢给 ChatGPT 哦，他1秒钟就告诉你程式哪里写错，1秒钟就 debug。它本身就是程式，他知道哪里有问题，知道最会，所以 debug 他最会。第二件事情呢，有时候我们说高手跟非高手在什么？高手写出来的程式几百行，像我这种大咖写几千行，差别在哪？跑的速度有差，写几百行程式，我可能0.0几秒就跑完，我大咖写几千行，可跑1-2秒才跑出来。ChatGPT 也有人试过，我丢给他，马上浓缩最佳化程式，他可以嘛？他最懂这些啊。第三件事情，现在的 AI 这么厉害，对，真的是很夸张。第三件事情，他还会什么东西呢？就像刚刚收哥讲，他会找人家的 bug。什么叫找人家的 bug？我问他，这个程式码有什么漏洞，可以去当防火墙，可以穿入。他比所谓的骇客还聪明，马上看出这个程式到底有什么防火墙漏洞。最后一件事情，他干嘛？转码。什么叫转码？程式码很多边有 C 啊、C++、JavaScript 一大堆，对不对？Python 已经把 C 的程式码丢进去，跟他讲，ChatGPT 帮我转成 C++，马上帮你转好。这一样嘛，像我会英文的嘛，对不对？我英文丢进去要转成德文嘛，转成中文嘛，对他来说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几乎大家在写程式遇到的所有的困难，ChatGPT 全部帮你搞定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讲 Google 会失业？因为很简单嘛，我又不需要去打字啊，我打台北餐厅。这个东西 Google 会跑出一大堆选项，对不对？可是这个 ChatGPT 很多人去试过，它透过你1次2次的对话，它会越来越了解你的口味，它是会记录你上次跟谁去吃什么东西，所以你问他台北有什么好吃的，马上挑出你最符合你口味的餐厅，这是针对你，对，它就是一个人工，你问他餐厅对他而言就是个管家概念，你叫他写程式，他就是个高级工程师的概念。可回过头来问大家就问，那我们会不会失业？这是很关键的哦。所以在有 ChatGPT 或是有人工智慧的时代，大家要学会问对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因为所有问题他们帮你解决完了。人工智慧是这样子，人工智慧它最讲究是什么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说我丢给他垃圾，他出来就是垃圾嘛，对不对？那关键是什么东西？问问题。对，你要问对问题，尤其是比如说 ChatGPT 不是常常说，请你帮我画一幅画，它不是可以画出来？它也可以画画，它可以画画，可有分哦。你在这个时间点要画什么画会符合现在观众的口味？这是你的思想跟你的文化跟你对于市场上的了解嘛？像宝杰哥，你要问对问题嘛？我会失业，你不会失业，因为你会问对问题，我只能解决你提供的问题。所以21世纪谁会失业？我再讲一次，没有思想的人跟没有思想工作会失业。好，所以董事长。今天刚刚讲的台积电今天股市大涨，今天的股票大涨，本来是说，因为你拉下了细幕，你等于说是让中国的半导体这个窒息呢有转单的效应，不对啊，台积电你是高阶的，跟中国没有关系啊，搞了半天他来了很多急单，来了很多 AI 的急单，所以现在中美的对抗是那种你之前讲的高科技的对抗。对，我们曾经谈过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以后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的基础跟标的物是什么东西？就是这2个国家之间的演算能力。那 AI 就是演算能力的具体体现的项目，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要纠正你刚刚一句话了，你知道吧？我不同意说林志坚知道有这个东西以后，他就不会抄袭。真的麻烦，因为我抄袭你看不懂啊。对，所以林志坚是个草包，他看不懂。所以林志坚他是本质上的草包，他还是会抄袭的。但有 AI 跟他没有关系。好，现在第一个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知道，现在刚刚包括你现在，尤其在这个军事科技的应用上面，这个的秒差它可能差0.1秒或差0.2秒的时间之内，你要知道谁先发射那颗飞弹啊？生跟死的差别，生死之间的问题啊！我这个飞弹，我按的比你早按，我先发现你，我 F35先发现，我这个按钮先按下去，不是按钮啊，它是意向的它的直接意向就告诉你发射，那么你就挂了。结果你晚它0.1秒，你发射出来，我已经走掉了，你已经挂掉了。对，所以这个差异的话，不是所以我为什么我讲说国力的差异的基础是靠这个玩意儿？那这个玩意儿，那你要想到反过来看。中国大陆过去将近花了40年的时间，或是最近20年的时间，他们派了不少的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
然后学到非常多的高科技，然后又偷了很多高科技回来。那这些东西现在美国第一个封杀什么？不是刚刚讲的席木啊，是所有的理工科学生申请他的入学签证，通通产生困难。对，大部分工程的、数学的，全部都是就是 STEM 嘛 ，STEM 嘛，对，就是理工科嘛，他应该全面封杀。他发现一个问题，你来这东西就偷走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对他一个迎头的重击，因为他过去的20几年、30几年来的科技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它一部分是俄罗斯，一大部分美国的学校，美国的学校。那美国现在全面封杀它了。美国全面封杀它之后，它再来的过去，它所谓的像这种 AI， 像什么无人机啊，这种独步全球的这些产品，马上面临到困难，因为它没有后续的设计能力，接不上去了。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啊，因为高科技是靠什么东西发展？靠说创意嘛，要创新嘛，就 innovation。要创新科技是靠什么？靠开放的社会。当你中国的留学生不能从美国拿到东西回来之后，你回到了中国的国家以后，你这个国家是一个闭锁的社会，你只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创意，没有创意嘛，你没有办法发展出东西来啊。所以它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即使今天苹果的 iPhone 那么大量的在中国生产了那么多新的软体，包括新的高科技，对，它只能拿去用而已嘛，它做不出来，它没有办法从那个产品的基础再发展出10项新的创意的东西出来嘛。所以在一个独裁的社会里面，它发展不出这个创意，它没有那个开放的环境跟土壤，让中国的科技，尤其在半导体跟这个高科技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它真正的困难，我觉得是在制度上的缺陷，让它固步自封。所以很快的，我们在看一个对决的项目，就是你这个电动车领域，最近听到比亚迪有很大的斩获嘛，对，但是你后续的能力是不是能够维持下去？所以美国人已经向准这个目标，在不断的攻击他们。好，瑞德，我们之前讲过。CSIS 曾经做过兵推，这兵推中国大部分都从南边来给我进行这个登陆，因为我们的重兵放在北边。可我听讲才知道说，台积电太重要，我们的竹科太重要，我们的科学园区太重要了。搞了半天，我们主要的防空飞弹雷达系统都很多在新竹。记不记得？那么今年跨年的时候，就12月31号跟1月1号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新闻啊，说共机的歼10跟歼16，那么非常靠近我们北部，越过海峡中线以后，靠近我们24海里的领空。这个新闻当时不是北部的这个飞弹基地88888红色警报都叫嘛？对，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攻击这么接近嘛，红色警报叫嘛。那么在过年期间，我们有10天的假期，但在这10天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天宫3型的这个飞弹呢，已经悄悄的进驻到我们的新竹幻象2000的空军基地。那新竹幻象2000的空军基地进来，因为告诉各位啊，那么过去呢，我们的飞弹基地呢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南桃园跟这个苗栗。那么新竹这个地方呢，正面对着这个中共那个地方是没有飞弹基地的。趁我们这次过年的时候呢，那么天宫3型的飞弹呢，直接就进驻到新竹幻象的这个空军基地。那进驻了以后呢，包括幻象的这个战机呢，幻象2000啊，也直接挂弹，好，大概都是挂弹，以前都是训练比较少挂弹，那么直接挂弹，包括所谓的云母飞弹跟魔法2型的飞弹都挂弹，因为他们常常这样飞过来嘛，所以为了要等于说因应时间要缩短之外呢，那么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什么事呢？天宫3型的飞弹的正后方不远就是台积电，对，就是台积电。如果你看地图，就是台积电，就是竹科的台积电。然后呢，往这个等于说它的后面的下方看，就是台积电嘛。啊，你看现在那个飞弹基地，它在新竹空军基地，没错，后面就台积电，就是台积电。然后如果您再往下方看一下啊，新竹乐山雷达，就它的这个等于说右下方那个地方是新竹乐山雷达。现在包括新竹、包括苗栗呢，这些飞弹基地呢，层层锁住，就是保护包括台积电，包括这个乐山雷达。那么除此之外啊。那这是新竹啊，直接把整个飞弹基地呢弄进来，那直接在机场这个地方立在这个地方。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过年期间呢，还有一个天宫3型的基地呢进驻的一个消息啊，在什么地方呢？在淡水河口。
在淡水河口，因为以前呢、这些地方都是美军时代留下来的，美军帮台湾带来的我们第一代的所谓的这个等于说防空飞弹，也就是胜利女神飞弹，后来用英式飞弹来取代它嘛。那英式飞弹呢，今年底以前呢会全部淘汰。事实上，西部跟东北部已经都淘汰了，现在只有兰屿跟绿岛有英式飞弹。那这些地方怎么办呢？就用天宫3型进驻。不过各位要记住一件事，不是旧的天宫3型，是新的天宫3型的征程也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有什么差别？淡水河的河口，我们不是一直在提醒大家吗？海龙蛙兵跟海豹部队已经受训，甚至还把海龙蛙兵直接派到美国去受训。受训有关于河川的这些等于保护嘛，就是为了淡水河的保护嘛。那么现在海龙蛙兵也来到了淡水河，20机炮自动无人的20机炮呢，也放在淡水河口。现在连天宫飞弹也放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吃定这个地方。一定是中国的飞机、飞弹跟这个等于说它的战斗武装直升机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我的重兵把守在这个地方。那么就在淡水河口，它天宫3型在这个地方，在隔壁3支的丘陵地那个地方呢，有天宫1型、天宫2型的飞弹基地，在过去一点的万里呢，则是爱国者3型的这个飞弹基地。50公里之内，4种不同的防空飞弹团团围住这个北部地区。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过年10天假期在玩的时候，悄悄的整个台北、整个北部地区已经布满，把本来的那个飞弹呢，又增加了天宫3型的飞弹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以前是刺猬，现在真的已经变成豪猪，已经变成了箭猪了。好，正好，另外就是中美的这个对抗，等于说是在每个地方、每个角落全部都在进行。今天有一条新闻是，中国居然跑到了吉布地，这个吉布地要买，我买的就有驻军。现在不是说只有驻军，不是只有海军跟陆军，他居然这边放了一个太空军。对，惊死人了！今年1月29日1月初了，有个劲爆非常爆炸消息，就是香港航天公司跟吉布地签了一个10亿美金的案子，把吉布地10平方公里的地全部画出来。画完之后，这根本变成什么？变成中国太空军的化外之地。太空军，对，什么叫化外之地？第一个，它里面有7个发射台跟3个测试台，里面可以盖电厂，可以盖道路，可以盖海水淡化，有自己的大型港口。讲讲，他就把它建造为一个一体化的这个太空港，就在吉布地。跟很多人问啊，中国为什么要在吉布地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力量太空港做这个太空港？原因很简单，我先不讲什么交通位讲什么红海啊，什么亚速湾什么的。我跟大家讲，光是在那边插旗中国从吉布地打上去的卫星，寿命多4年呐、这件事差很多。然后我们带回来看，因为这个地球是会自己转弯，会自转的嘛，对不对？可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在低纬度的人跟高纬度的人一天都24小时，对不对？就是说我活一天是24小时。高纬度的俄罗斯人一天也是24小时，所以在整个地球自转过程中，你纬度越低，自转的速度会越快。所以在这边打卫星上去的时候，因为它会有个初速度会跟地球自转齐同，对，所以地球等于是带着这个卫星甩出去的。所以在吉布地，美国要在佛罗里达卡纳维尔角，对，所以说世界上好的卫星或好的火箭发射场都越靠近赤道越好，纬度越低越好。吉布地的纬度只有11度，所以在这边有科学家精算过，这边射上去的卫星火箭那个它的重量可以更重。这个重量多重要拿来干嘛？拿来变卫星的燃料。这个燃料可以让中国打出去卫星多活4年。这次多活4年，这次就很重要了。我同样打一个卫星，我活16年跟活20年有差所以这个吉布地是关键中的关键。更重点是什么？吉布地在这边我们讲了嘛。吉布地它在红海跟亚丁湾的交接口，对不对？老共对于这条路线，流口水很久啊。第一个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拉港，老共拿到了99年。接着是什么呢？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老共也拿到。吉布地呢，现在拿到了所谓军港。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就在那边有军港。可重点来了，军港如果规模不够的时候，这个太空港可以当军港的什么预备港口？为什么？因为呢，老共他讲很简单嘛，我今天未来要把火箭送到吉布地的时候，我需要大型的港口来卸载。大型的港口卸载，要不要有大型的这种起重机跟拖吊设备？这些东西在平常送火箭、打仗的时候就载坦克嘛。第二件事情呢，平常这个大港口给所谓的货轮进来，对不对？打仗什么军舰进来嘛，对不对？还有，当然火箭需要做所谓燃油，对不对？
平常载火箭燃油，打仗的时候载什么军舰燃油嘛，还有什么吉布地这边，因为我做太空需要太空遥测，需要雷达，平常看卫星，打仗看飞弹嘛，所以对于老公来说，这个吉布地拿下来的时候，等于是中国的海上“一带一路”，从汉班托达港到瓜达尔港到吉布地港，完全就吃下来，而且吉布地一吃下来，东非跟整个中东都在他的囊括之下嘛，在红海跟亚丁湾之间。最大的要道就吉布地，所以这个太空港哦，老共把它拿下来，真的除了军港之外，除了海军之外，还多了太空军，真的对于整个世界有很大格局变化。好，廷辉，过去毛泽东在跟国共内战的时候，喜欢讲一句话：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哎，你今天在半导体全面封杀我，我等于说在高科技我没有办法，他跑到非洲去了。因为非洲本来就是一个潜在的市场，未来来讲的话，那不只是单独不是军用而已哦，对，未来通讯系统、通讯卫星也是中国未来很大的市场。所以刚刚讲的，在吉布地放了一个太空港，它在这边发射这火箭，发射这个飞弹。对中国来讲，那都注意非常大吗？对，因为中国本来在讲说未来的整个市场来讲的话，最后一块净土就是非洲。那对吉布地，但刚好有解放军的基地在那边，刚好可以巩固它的军用这个间谍卫星之外。通讯卫星也是它的一个首要啦，但是其实说真的，因为中国它现在被卡脖子的情况之下，它到底它的卫星，因为它的北斗系统也在那边做测试，对，那这边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其实它要用全球的话，只有亚太也不够嘛，一定要用全球嘛，对，所以非洲它是你说非洲也用北斗卫星，对，那一块也必须要用，因为它北斗卫星早就已经串联了，只是说现在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测试，不断的在修正，但是如果美国从这边来卡下去来讲，它修正到一半，这边怎么办呢？就是说它的东西能不能用，已经都用到是不是多精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所以它如果要横跨，变成说一个商业化，能够跟美国的这个像 GPS 或者像其他系统能够有竞争力的话，它一定要去做修正的动作。它如果没有办法修正的话，这个系统不用玩了。那个系统来讲的话，就是粗糙的。所以除了照你这样讲的，你刚刚谈到就是现在在南太平洋里面，中美在对抗，现在非洲中美也在对抗，代表说在这个地球上。中美已经打到每个地方都是战场了。那重点是还是在太空，因为你知道吗？像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它这几天还是公布了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其中有一家叫做长沙天仪。这长沙天仪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说被抓到了。中国在间接协助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的战场，怎么讲呢？因为其实他们中国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哦，从去年2月28号开始打这2月底开始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对，那这场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卫星很奇怪，它这个卫星叫做所谓的海狮1号啊，停在这个基辅的上空，然后就一直在侦查。那你只要有这个反馈的一个相关的讯号，美国就抓到了嘛。这到底是谁的卫星在这里？原来是中国的。然后呢？你说中国有一颗卫星一直在俄乌的战场上面，然后最近不是看到瓦格纳集团可以在那个小盐城打胜仗吗？对。那为什么他可以打胜仗？有人提供相关的讯息啊。那讯息谁提供的？又是被抓到了长沙天仪公司的卫星在那边提供相关的讯息。所以中国用卫星帮助俄罗斯？是啊，你说你表面上说你没有帮助俄罗斯，但是事实上你底下的那些所谓的民间公司竟然去帮助俄罗斯。那这时候呢，刚好2月5号，布林肯可能要到中国去访问嘛。这时候呢，要不要给我交代？那现在为什么美国媒体刻意要放出，而且财政部也刻意的在布林肯要去中国访问之前放出这个讯息出来，制裁他，就是告诉你说你要给我个交代，你没有个交代的话，那你当初承诺我说不援助俄罗斯是什么意思？那这一家这个长沙天仪哦，事实上非常这个奇特哦，因为它其实在卢森堡有注册，后来现在这家公司也发布声明说，他们其实跟中国军方没有任何的关系，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呢？所以呢，你看美国很厉害哦，把它里面主要6个干部的这个简历，而这6个人当中呢，除了一个 CEO， 他好像没有跟中国的这个军工这个混在一起外，其他全部都是研发过什么神舟啊、嫦娥啊，都有军工背景的。中科院啦，这些全部都是跟军方有背景的，跟中国的航空有背景的。所以你看到，所以这个 CDO 参与神舟4号到8号、天宫1号、天舟1号空中站。包括这个熊淑杰，也承认北斗卫星导航的这个副总刘金阳，多次参与保障神舟、嫦娥、天宫重大，
每个都是每一个都是参加中国的航空产业的，那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只是化为民间而已嘛。那而且他们又跟四川的，还有跟很多中国的其他单位都互相联系了，这个都被美国抓到。那你的卫星在那边，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帮助瓦格纳集团，然后你在这边的话，你这些所有人，当然你们的管理阶级都有军工背景，都有跟中国解放军的背景存在的。那当然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就是在中国间接帮助美国，帮助这个俄国嘛。所以这件事情被抓到之后，当然美国财政部给予制裁。那当然财政部的这个部长耶伦，他也准备在2月的时候要到中国去访问哦。那这时候呢，是不是要一个个交代？那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美国其实滴水不漏的都在做一件事情。你中国如果有任何的这种，不是只有晶片而已，盯着看，你盯着看，你任何的动作，你包含协助俄罗斯，都在我的掌握当中。那你如果说要做生意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问题是你这么多的军工背景，你是不是要跟美国好好的解释清楚？